跌倒伤及到脑部之后就长期卧床，一直到最近病逝，引发各界很惋惜。那另外呢，前行政院发言人、前内政部次长陈宗彦最近也传出疑似脑溢血，然后紧急送医，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中。那这些案例引发民众关心的问题就是脑溢血，它有警讯吗？还说其实身体早就发出一些讯号，只是我们忽略了。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能力在关键几分钟内做对一个动作，救回一条命呢？到底要怎么做？想要了解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心脏内科刘中平医师，欢迎刘医师。刘医师你好。舅舅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刘医师你好，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名人案例出现好像就是他们普遍的情况，就是说昨天好像还好好的，然后今天突然就脑溢血倒下的这种情况。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刘医师，这个脑溢血真的会毫无预警发生吗？还是说我们身体其实会有一些讯号，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忽略它了？脑出血也就是俗称的脑溢血，那是真的很恐怖，会病人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就突然倒下来，那他的瞬间死亡率高达30%，甚至只有一半的病人可以活超过1年哦，所以是非常恐怖的。也因为这样的突然，会让这样的新闻事件常常会让我们登在新闻版面提醒大家。脑溢血的成因是因为脑部的血管突然的破裂，造成脑部的血液那个瞬间灌满了脑部的颅腔里面，造成脑部的组织压迫，使得脑部的功能下降，甚至造成意识障碍或是生命的危险。那脑溢血主要的原因是血管破裂。那血管我们知道，它大部分的受伤受损原因是跟高血压有关系。那有少数的病人在病发前可能会有一点因为血压高造成的脖子紧啊、头痛啊，或是疲劳的感觉。但是要跟大家提醒，绝大部分的脑溢血在病发前是一点预兆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在脑溢血的这件事情，我们特别强调预防，或是事先有医师帮您发现一些事情。您期待说可能有一点症状，有点不舒服，其实常常是没有任何预感的哟。是，这样子听起来听刘医生这样解说的话，我们真的要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脖子紧，或者是头有点胀胀痛痛的，其实我们都不太在意。那么如果说万一真的不幸发生脑溢血，我们身体第一个时间会出现哪些具体的症状？比如说像是会不会走路不稳啊，或怎么样头痛，怎么判断它是这种脑溢血的危险警讯呢？因为血液其实对我们脑部组织是非常非常的刺激的。所以脑溢血第一个症状，绝大部分是头部的剧烈疼痛，因为有血液从血管跑出来，刺激到我们的脑膜还有我们的脑组织，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头痛，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特征。另外，因为我们的那个血液跑出来之后，会压迫我们的脑部的组织，因为我们很特别，我们人体的器官都是很自由的在身体松松散散，唯一一个就是脑部，因为我们的脑组织非常的软，像豆腐一样软，所以我们身体想要保护起来。所以我们脑部其实是有个头盖骨，把我们的脑装在我们的头盖骨里面。那麻烦的时候，头盖骨非常的坚硬，它的空间就那么大，把脑放得刚刚好。所以脑部如果有出血的话，一旦里面有了血液从血管跑出来，就会形成血块。那我们的脑部的空间已经被脑占满了，那血块一出来，它就压迫到既有的脑组织，压迫到哪边就造成哪边的功能障碍。譬如说，如果压到运动区的话，就会造成病人的行动无力啊，造成病人言语的失调；如果压到感觉区的话，就会造成病人的说话比较不清楚，口齿不清。那另外，如果是家人朋友有这样的状况，您可以观察到什么现象呢？因为造成脑部组织的障碍，你可能会发现患者走路颠颠倒倒啊，然后会有点疲劳的感觉，或是他的讲话会口齿不清，或是突然说我看不清楚，手脚麻木，没有感觉的感觉。那最担心的是要注意他的意识的问题。我们知道脑溢血，我们最怕就是它压迫到我们脑部的呼吸中枢。我们知道人体的呼吸其实是我们人类的脑部的脑干来负责调节的。脑溢血恐怖的就是说，当我们的那个脑压因为我们的出血造成脑部的压力上升的话，会造成所谓的脑干压迫。一旦脑干压迫的话，会在我们的呼吸影响，这个时候可能会让病人的呼吸它的规律性跑掉，有可能会听到呼吸有快有慢，或是有时候呼吸终止的情况，这时候是危险的哦，这可能会让病人呼吸终止，导致缺氧的情况。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吞咽，喉咙的吞咽中枢也是从脑部在直接的管理跟控制的。那如果脑部的组织影响我们的吞咽的问题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障碍，甚至造成我们的喉咙被那个吞咽障碍的功能导致压迫。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听到病人的喉咙会发生或是有痰液卡在那边的情况，这也会造成病人呼吸窘迫的情况。再来最严重就是因为脑部出血造成颅内的压迫，造成整个脑压上升，然后上升超过一个程度的话，会造成意识改变甚至昏迷的情况，这都是会立刻危及的生命危险。所以在脑溢血最恐怕的就是呼吸的改变或是意识的丧失的情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是，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要注意脑溢血的一些危险讯号，可能就是要注意呼吸啊，或者是说，感觉有一点点昏迷啊等等的这个意识的状态就特别重要了。那么，发生的脑溢血，其实除了赶快送医急救之外，还有什么就是黄金时间的自救办法呢？第一个一定要赶快打119求救，因为我们知道脑溢血，它很多病人会发生行动障碍和意识改变。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快的让他失去的行动能力，让病人求救无门。所以第一个一定打119，或是尽快送医。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您本来就有在吃血压，或家里有常备降压药的话，因为脑溢血的人常常会伴随着血压升高。如果说您是发现你有剧烈的疼痛，那家里有血压机量到血压超过180的话，你可以把平常家中的常备的，或者是平常在吃的血压再多吃一颗下去，让血压稳定一点。但是这个时候要特别强调，有很多病人发现患者疑似脑中风、脑溢血的情况下，那量测血压高，就想让患者吃药。但是要注意，因为我们脑部的急性变化，除了脑溢血，还有一个叫脑中风。脑中风的病人因为是血管塞住，我们血压会反射性的上升。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立刻降压哦，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血压上升，反而会有助于我们脑中风时候的血管打通。所以如果说您在脑部发生问题，身体有一些障碍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头痛的话，这个时候不要急着降压。只有说您有半夜剧烈头痛，加上血压高，加上有些神经状况改变，担心脑溢血的时候，这个时候您投予一个降压药物会有一些帮忙的效果。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身边有家人协助的话，我们会建议说，您最好是躺下或是侧卧会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脑溢血的患者这个时候血压会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坐着或躺着放松的话，会让您的血压比较降低一点，也会让血管比较放松一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脑溢血的患者最担心呼吸，或是因为喉咙的功能丧失导致呛咳的问题，或是被痰液卡住。那这个时候会建议，如果方便的话，让病人可以侧躺，保护他的呼吸道，避免呼吸障碍。不然的话，一旦呼吸障碍或者说有呛咳，让一些口水啊或者胃液跑到的肺部的话，那会造成病人更多的危险。是，刚才其实刘医生，您刚才提到脑溢血跟脑中风这两个，可能他用药的方式，紧急用药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其实说到这两个不同的疾病，好了，就是紧急的状况，其实很多人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请刘医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脑中风跟脑溢血，它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哪一种是比较更危险的？这个是的。脑溢血跟脑中风是大家常常混淆的医学名词。其实基本上来讲，这个是统称，就是说紧急的脑部的变化，包括意识改变跟肢体失去功能的情况。那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统称为叫脑中风。脑中风又分为缺血性脑中风跟出血性脑中风。那出血性脑中风，大家又常把它称之为脑溢血，就脑部里面有出血了。那缺血性脑中风，大家有时候又简短叫做脑中风。所以我们大概分为脑溢血跟脑中风这两种。那差别在于说，脑溢血是脑部的血管破裂了，血液跑出来，造成血块压迫到脑组织，是血管破裂了。那脑中风或是属于缺血性脑中风，那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里面有血块塞住了，让血管无法流通。这时候血管其实是好的，只是说里面有血栓塞住了，让血液没有办法流通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脑组织。那脑溢血是因为血块压迫到脑组织，外来的因素造成脑部功能障碍。脑中风是脑部的血管塞住，无法给予脑组织足够的氧气供应跟血液循环，造成脑部功能障碍。
两个都是急性造成脑部功能障碍，只是机转有点不一样。有点微细的差别在于说，我们的脑溢血，因为它的血块可能会压迫不少脑组织，它的障碍的情况比较常常是很急剧的。那另外是它比较可能会产生急性的头痛。我们刚刚讲血液会造成我们脑部的很大的刺激。脑中风或者缺血性脑中风，它的血管塞在血管里面，那所以比较不会产生头痛的情况。那缺血性脑中风，因为它的血管塞住，是看到塞住的血管，它是负责哪一块的功能，就造成哪一块的功能障碍。譬如说，我们是负责语言的那一块的脑组织的血管塞住了，那就会造成病人的说话的功能不良。那如果是病人走路的那一块脑组织塞住了，就会造成病人的走路的无力，无法走路。那所以脑中风或者缺血性脑中风比较是局部的症状。然后脑溢血的话，它可能是血块塞到，它可能会是比较多的功能的障碍。另外是脑溢血，因为有的时候它比较会造成脑压急剧上升，有的时候它甚至脑溢血的血出血量还没有很大，但是它如果造成我们的脑部压力上升太快，它会比较容易造成意识改变或是生命危险。一般来讲，脑中风的话，比较多的是局部的那个神经的障碍，造成生命危险机会稍微少一些，虽然是很危险，但是生命危险少一些。脑溢血的话，因为它血液一从血管裂出去，那个量是无法控制的，那所以比较多的患者会产生急剧的呼吸障碍、意识改变，或是造成生命危险。那治疗方式来讲的话，因为两个机转明显不一样，所以有点不同。脑溢血的话，我们必须要立刻的紧急的把脑部的出血块把它取出，那这个时候通常需要紧急的外科手术把血块取出。脑中风的话，目前的主要的方法是要把脑部塞住的血管打通。那目前的方法有，我们可以使用那个所谓抗凝血或者血宽溶解剂，使用药物的方式把血管打通。那另外也有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所谓心导管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微细的导管从血管里面走到脑部的血管，想办法把脑部的血栓把它取出来，让它的脑部的功能可以恢复。那虽然两个看起来临床表现有些微不同，但是还是必须说，不管是脑溢血或者脑中风，只要比较严重的话，都可能造成病人的意识丧失或是生命危险。是，所以其实脑中风、脑溢血，它其实对我们身体危害都差不多，只是说严重程度。那当然，如果说脑中风的话，就刚刘医生提到的，他可以用一些吃药啊、打针啊、溶解血栓这样子。脑溢血可能就是要开刀了。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刘医生也提到，高血压是脑溢血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最需要留意的。那如果说假设我们的血压真的没有，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啊，是平均还蛮多的，是蛮大宗的。那除了说脑溢血之外，就是高血压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是的，我们现在发现，其实人体的血管每个组织都需要血流，到处都有血管。血管病变其实绝对不止脑部而已，其实很多地方的血管病变都会造成身体的障碍。譬如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里面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因为高龄化社会，不少人的眼睛不再是老花眼它是血管的问题。脑部的血管如果硬化了或是不好，可能会造成所谓的眼中风或是视网膜病变。这目前现在因为高龄化社会，血管的疾病越来越多，那很多病人是这样发现这个非常顽固的疾病。另外就是肾脏，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最担心就是肾脏病、洗肾。那其实肾脏病很大一部分是跟高血压有关系。如果说血压没有好好控制的话，很容易造成所谓肾脏产生的蛋白尿，或是叫做高血压性的肾病变，会造成肾脏功能的障碍。再来，我们说身体的一些大的血管也可能会造成，因为高血压的关系，血压过高，造成血管受压太大，长期造成血管的硬化。那我们最担心的心脏的急性病变叫做主动脉剥离。这主动脉剥离其实是一个死亡率甚至比心肌梗塞还更高、手术更复杂的疾病。我们主动脉是我们心脏把血液送出来最大的一个动脉，它负责把血液送到全身，但是因为它长期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把血液送到全身。那如果说我们长期血压过高，给主动脉太大的压力，它可能会造成主动脉的硬化或是血管的脆化。一旦血压超过它可以负荷，它血管破裂就造成主动脉剥离。因为我们现在像高龄化社会很担心，就是老人家他可能周边的动脉
脚的动脉啊、手的动脉，因为高血压久了，也可能会造成血管的硬化跟栓塞，那造成病人的走路无力或是酸痛的情况。再来心脏衰竭，大家常常听到心脏衰竭，以为都是什么特殊疾病，其实心脏衰竭有很大一个比例其实是长期高血压造成的。最后要强调就是，目前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大家这几年很在意，就是失智症。我们知道最近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美国政治人物啊，像美国那个总统级的人物，大家都常常在讨论说所谓失智的问题。那其实跟大家讲，除了大家以前筹资的什么阿兹海默症以外，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发现高血压造成的血管性的失智症也是越来越多哦。因为我们说脑部的组织非常的软，非常脆弱，而且需要大量的血流供应。那如果说我们血管硬化、脆化，导致脑部的血流没有得到充足的血液的话，也可能会造成血管性失智。种种这些东西，其实全身上下器官都需要好的血流、好的血管帮忙。所以请大家注意您的高血压。高血压把血压控制好，其实是保护血管健康的第一件事情。是，我想其实高血压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就像刚刚刘医生提到的心脏啊、脑部、肾脏、眼睛，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提到血管性失智症。我想失智症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其实控制好我们的血压真的是很重要。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假设真的是有第一次的脑溢血之后，脑溢血会再次复发吗？它的几率高吗？是的，脑溢血其实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疾病，但是更可怕的是它可能会来第二次哦。脑溢血的患者将近有20%它会复发，而且每年有2%的复发率哦。但是还蛮高的。病人更说，其实脑溢血其实人生只能有一次，真的不能第二次，因为第二次发生脑溢血的病人，绝大部分是瘫痪或是死亡，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哦。那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说，脑溢血一旦发生，第一个说真的要立刻抢救回来，其实还蛮多病人抢救不回来。但如果抢救回来的患者，一定要请您要好好珍惜您的生命，要跟医生配合。那有3件事情要赶快处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脑溢血很大一个部分跟血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血管破了嘛，所以我们要希望让你的血管可以健康，另外让它好好愈合以外，不要再破第二次了。那怎么样让血管健康？第一件事要抽烟，所以要戒烟。您的烟不可以抽。只要在抽烟，那个血管一定会变差，所以烟要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不戒烟，血管很容易再破，甚至本来出血的血管，它可能跟我们愈合不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大家这2年一直在推行叫3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3件事情是我们在血管保护、血管治疗很重要的主轴。所以，我想只要脑溢血患者，医生一定会帮你详细检查你的血压、血脂、血糖目前的情况怎么样，请您配合医生，赶快把它治疗起来。另外一种族群就是有些脑血，它是先生或是后天血管有些病变，包括我们说常听到叫颅内动脉瘤，血管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小小动脉瘤，那或是说先天的血管畸形，有些人他血管的连接处长得不太一样，那这样会让血管壁的异常的脆化，让血管容易破裂。所以如果你有脑溢血的患者，如果需要，医生们都会详细帮你检查你的脑部的动脉是不是血管畸形或是动脉瘤，如果有的话，也希望您配合医生尽快把它手术处理掉，比较不会有再发生病变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就是脑溢血，其实我们发现它跟生活的压力、身体的压力很有关系哦，所以会希望大家如果发生脑溢血，真的就是如果能够被救回来，还有残余很好的生活健康，那真的捡到了，请大家赶快规律生活，抛弃一些之前的不好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早睡早起，适当运动，要控制您的工作压力。那另外是食物中还有您的吃的东西的压力也很重要啊，要清淡饮食，少吃咸的，然后蔬菜水果多吃，那这个都对脑部的血管的保护还有恢复是有帮忙的。是，我想其实刚才刘医师不断的提醒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生命，不是要第一次发生之后就是要好好珍惜。我想预防很重要嘛，包括你要记得要戒烟，然后同时呢记得控制你的慢性疾病，然后最重要就是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刚刚提到的就是脑中动脉瘤或者是一些血管病变，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然后调整好我们的压力就是尽量就是适当的运动啊，然后多吃一点健康
方的蔬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现代人难免有一些应酬啊，或者是压力真的很大。其实一般上班族情绪起伏也很大，不要说上班族，有时候妈妈照顾孩子，情绪起伏也很大。所以请教一下刘医师哪几种生活习惯是医生您最担心、最容易让血压失控，有可能引爆脑溢血的呢？其实我想，脑溢血的事情，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病人那其实我认为将近有一半的人，他的生活其实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部分啊。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是没有理由，但是我们自己病人看多，其实还是有一半的人他是有些生活可以调整的。那有一些大家日常都会知道，但有些小事可能跟大家提醒。譬如说，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近年来在我们华人区很流行吃火锅，尤其是麻辣锅。那特别是越冷的时候，大家越想要吃个锅。那其实您知道吗？很多地方人他们说热也要吃锅，热也要吃辣的，因为他说热的时候食欲不好嘛，吃个辣流汗，或是辣的口味更有味道。但是我们特别跟大家提醒，尤其是如果大家聚餐的时候啊，吃晚餐的时候，吃麻辣锅要非常注意，因为麻辣锅里面咸度通常比较高，又油又咸。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比较有状况。那特别就是如果说大家是很开心在朋友聚餐的时候，常常喜欢喝一杯小酒，然后又吃了辣的，又吃个咸的，那个时候如果遇到天气变化的时候，那会真的担心血管的障碍。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工作忙，尤其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常常大家工作不分白天晚上也很多工作。那大家现在尤其如果是那个跟跨州的工作，台湾跟美国的合作啊，网络工作是很多的人。那这样的话，其实要注意时差的问题会影响到。另外是非常建议大家，像台湾人很喜欢在晚上值班啊，熬夜。我以前也会啊，熬夜值班的时候顺便来碗泡面吧。以前在医院值班的时候，对，最大的福气就是医院值班室都放好多泡面啊。值班的时候，只要忙完病人的晚上半夜11、2点吃一碗泡面，好开心，很舒服。但是要强调，值班的时候您工作累、压力大，而且又深夜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血压是比较容易高起来的那我们知道泡面通常咸度比较高，那又再吃个泡面，又晚了，又忙，压力大，又没睡好，又再吃个泡面咸的话，这时候血压上升，其实会容易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跟大家讲个小秘密。我自己吃泡面的时候，我常常把它的调味粉或是调味油只加1/3，那这样的话健康性会好很多。不要把整包下去。好，这是一个好方法。对，是。最后一个一定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真的不要相信你身体的感觉。我们在美国心脏学会也不断提醒，我们的血压的波动，90%的病人你是无法感觉的。很多人说，我觉得今天血压好，我觉得今天血压高。美国现在会有做过很严谨的研究。你人体去感觉你血压高低，那个是完全不准确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如果你有家族的病史，或是你已经超过40岁以上，最好家里准备一个血压机，定时量测血压，把血压控制好，那是预防脑溢血最好的方式。是，我想刚才呢刘医生提到很多重点，那尤其是你血压是偏高的人呢，就是你要熬夜或者是熬夜工作，那宵夜的部分或者是就是尽量不要吃太油跟太咸的。那你如果又是熬夜的话，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刚才就是刘医生提到，他可能自己会吃泡面，就用1/3的这个调味料，所以因为这个调味料确实是比较伤我们的身体，因为它很咸又很油嘛，所以如果要避免血管受到伤害，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就是固定的量测我们的血压，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血压的波动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你有血压不太正常的时候更是重要。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脑溢血比较容易在天气冷的时候发作，那现在其实天气慢慢已经回温了，台湾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热了。那在控制高血压、预防脑溢血的部分呢，现在您会建议我们民众有哪些比较简单或者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的一些保健的方法，远离这个脑溢血的危险呢？是的，我想我们大家很常听到网络上啊，或者是电视上很多这样的预防方式，但我还是讲在医生的立场，最重要是血压控制好。那因为其实气候变迁，像这2年台湾跟美国都是热的时候跟冷的时候跟以前的变化不一样，那忽冷忽热的其实情形更大。所以虽然我们一直说脑溢血或脑部疾病冬天多，但是现在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了。
只要气候改变比较大，甚至天热突然暴热的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血压的变化。所以会建议说，如果你已经超过40岁，或家里有脑部的疾病的病史，或是身体有不适的话，最好准备一个血压机，定时量测一下血压。那最建议就是说，我们希望您的血压，不管是早上晚上任何时候量，要保持在130/80以下，这是很重要的哦，不要超过130/80。那其实您去量量看，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也没有办法控制在这个数字，所以如果您长期血压130/80，要早期控制，不要觉得你年轻，这个数字其实有点严格。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家族、家人、亲戚曾经有发生脑溢血这样的情况的话，会建议你要去做一下脑部的检查。如果医生觉得是您有相关的危险性的话，脑部的扫描要做。因为如果脑部扫描先提早发现说您是不是有所谓的脑的动脉瘤或是脑部的血管畸形的话，提早治疗就可以避免脑溢血的发生。再来就是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规律的生活很重要。我知道大家现在因为整个网络时代，很多人是工作是昼夜颠倒的啊，或是大家因为现在旅游方便，常常出国旅游，时差的发生很多，甚至像我自己之前年轻有的常常去欧洲玩一玩，回到台湾马上隔天就上班。在时差之后上班的时候，对身体压力也是很巨大的。所以如果您上了一定年纪，您在旅游的时候，我都建议病人带个血压计出门。在异地的话，如果您觉得有时差，或者时差导致你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量个血压，看血压是不是有波动。那如果在旅游因为时差造成血压波动，或者回到家里血压有波动的话，尽早服药把血压降低会好一些。是，我想其实这3点提醒真的很重要，一定。但是我听到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固定的量测自己的血压。如果你血压有波动的话，那同时你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一定要记得做一个提早的一些预防性的就是检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自己调整生活啊，就是也是要注意我们的血压的一个平衡，血压的健康。那其实我想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刘医师，因为我们今天提到脑溢血，它是急性发作的。那么什么是慢性的脑溢血，跟急性的差异在哪里？可不可以请刘医师来跟我们解析一下？是的，偶尔我们会遇到病人所谓的慢性脑溢血病人会蛮惊讶说，脑溢血不是应该立刻发生吗？爸爸又没有什么头痛，怎么会说慢性脑溢血？我们发现高龄的人，因为他的血管比较脆弱，他可能某一次跌倒撞到，甚至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的脑部血管就产生一个小小的裂缝，血液是慢慢渗不出来的。那这样不像急性脑溢血是瞬间发生，瞬间就症状变得严重，它是慢慢渗出来的血流，所以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或是1年2年时间，慢慢发现他的身体的功能有障碍，走路慢慢变差，口齿不清，记忆力变差，或是意识变得不太清楚，判断力会下降的情况。那这个是可能是有所谓慢性脑溢的情况。那这样的症状因为跟很多的退化性疾病很像，很难判别。但好消息是，这样的疾病我们用电脑断层一扫，看到脑部有一些慢性的出血块，我们就可以得到诊断。那好消息是，如果他是符合手术的患者的话，慢性脑溢血我们适当的手术把他血块取出的话，他的症状会好的很多。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脑溢血可能会有急性跟慢性，都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如果您发现你的家人或是自己最近开始行动无力，肢体怪怪的，讲话怪怪，或是脑部的功能障碍，要找医生去做检查。如果一个适当的检查，有时候可以帮我们提早做一些脑部的症状的治疗。是，我想今天呢，非常感谢刘中平医师为我们带来关于脑溢血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同时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个提醒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为什么脑溢血其实发生的很快，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做的话，提早预防是更能够保证我们健康，同时保证我们生命的安全。今天非常感谢刘医生带来精彩的解说，谢谢刘医师，谢谢。谢谢。我想其实啊，今天刘医生的解说中呢，也提醒大家，就高血压是最关键的危险因子。那如果你长期控制不良，血压也会血管啊也会变得很脆，那最终承受不住也会破裂。所以脑溢血万一旦不幸发生了，很多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所以记住3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量血压，稳定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改变，但是对我们的健康就是前进
进了一大步。好的，那如果呢，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很重要哦，对身边的朋友很重要，麻烦请把这一集分享给您最在乎的家人朋友，特别是有高血压的朋友。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别忘了离线前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让我们持续为您的健康提供更多的资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